然后下一个我们就快速过一下品牌历史啊，因为我们做手工皮的呀，基本上都是和奢侈品和高端皮具和私人定制有一个等号关系吧。特别是很多大牌啊，基本上不管是大牌还是国内的淘宝还是拼多多，不管是什么品质，它都要标榜一下自己是手工做的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手工做得好嘛。但是又有多少人手工做得好呢？因为很多皮友做的东西，它怎么说呢？可能品质还不如拼多多呢。但是他又用手工这个东西来去进行一些道德绑架，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。手工的意义在于哪啊？首先你要越过一个 K 点，这个 K 点，比如说，机器做到的极致，它就是能做到80分或者85分，那你手工的价值一定是超过85分以上的部分，你才值钱。如果你做的东西就是60分、50分，那你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一文不值啊！这个你花了多少时间，你花了多少心血，然后被扎了多少次手。所以说，如果有一天你想靠皮具来赚钱也好，还是说，我自己就是喜欢，然后我想做一些有品质的啊，或者说比较好的东西，还是希望大家能对手工皮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。然后很多大牌呢，基本上目前从工艺细节来说，从材料来说，从设计来说，它也就是做到60-70分吧，或者70-80分。当然，这个评分标准是我个人的一个评分标准啊，仅供大家参考。我给分给的非常的保守，比如说我对我自己的能力的一个预估，大概就是在85到90分之间吧。我自己都不会承认我自己是90分以上的，因为太难了啊。然后话又说回来，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历史品牌，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去卖的时候啊，我们做的是什么款，然后用的什么材料，它是什么结构，它是什么历史，你马上要能判断出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必要的东西我们还是要知道的啊。我这里大概整理了一个20几个吧。然后这个奢侈品呢，它有它的一个鄙视链，对吧？最高的王者是独一档的，就是爱马仕。然后第二档的呢，3大巨头啊，香奈儿、路易威登和迪奥。努力上升的 GUCCI 啊、Prada 啊，还有芬迪啊、圣罗兰、纪梵希它都不属于资深长老儿，这个是1995年才成立的品牌啊，所以它排的这个东西，我觉得就是大概看一个意思吧。像 Celine 啊、罗意威、巴黎世家、BV、特洛伊、巴伯利，还有一些轻奢啊。它这个表就排的不是非常的科学严谨，但是这个图我放在小红书上，它是非常有营养的啊。因为大家关心的并不是知识的信息的正确性，而是说能不能博眼球啊。独一档的爱马仕这是毫无疑问的啊，因为它的做工啊、款式啊，都非常符合手工皮具的一个审美。第二呢，它溢价空间足够高啊，所以说大家都喜欢去做爱马仕的款。为什么不去做迪奥呢？因为好难呀。那个东西用手工做不是说不可以，而是说做出来的成本特别的高啊，特别的高。你光那个迪奥上那么多的眼缝线，你要缝到什么时候？而且那个东西不能用斩去打的，用斩打的话，旗鼓的海绵都会从那个斩孔里冒出来的，那个只能用机车去缝。这就是爱马仕为什么是手工皮具里头最喜欢的了。第一，它溢价足够高；第二呢，它的工艺设计对手工来说是非常友好的啊。它和罗意威啊、和香奈儿、迪奥这些，它区别还是蛮大的。所以为什么大家都愿意去做爱马仕，就是这3个原因啊。一个贵啊，一个简单，还有一个呢就是好看。然后排第2的香奈儿啊，这个东西假货也特别多，因为这个对于手工玩家来说制造起来很麻烦，但是对这个工厂来说是非常容易的。然后回头我会把这个文本资料也给到大家，然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可以自己就慢慢看啊。比如说这里头都按分类分好了啊，然后大概的价格区间也都在里面了。那首先你要知道个脸熟，对吧？然后这是 CF 系列的，别人说 2.55 是什么东西，你得知道啊，它原来是前面这里带一个锁是凸起的部分，这个就是 2.55 系列啊。然后19 bag 啊，流浪包啊，Playboy 等等，它有不同的分类。然后还有一些现在的新款啊，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。然后排第3的就是 LV 啊，这个东西简直无敌了，对吧？1854年，法国的品牌，然后基本上代表款也很多，它的款式是最多的，
所以说现在各大奢侈品都被 LV 给收购了，也是有道理的，因为它太符合它的这个商业营销做得太好了啊。它的产品不一定是最好的，但是它的商业营销做的是最好的，包括迪奥啊、波奇啊、Prada、圣罗兰、瑟琳啊，在这个表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啊，所有的奢侈品基本上都是被法国、意大利啊这两个国家给统治了，偶尔还有一两个西班牙的品牌啊。至于美国出来的这些啊，都是轻奢啊 ，MK 啊、CK 啊、KS 啊，什么 Tory Burch 啊、Tory Burch， 去你妈的啊，就叫 TB 啊，这种东西它只能叫轻奢啊。轻奢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它质量又不好，然后概念又不强，因为奢侈品的作用是什么？就是区分穷人和富人的一个东西，它有社交属性，它有二级市场流通的一个价值。如果说它这两点都不具备，只是用轻奢这个概念来区分中产和穷人，怎么说呢？上不上下不下的这些人才会去购这些东西。你要知道，真正去买奢侈品的人是什么？是中产阶级。那买这些轻奢的是谁呢？是那些穷人啊，因为穷人实在割不动他们嘛。你动辄一个包2、3万、3、5万，你去割着穷人怎么割呀？只能用轻奢去割啊，质量好不好坏不坏，然后款式嘛就那样啊，就是姐妹们背了我也得背啊，不然呢就感觉低人一头。所以说就用这个概念去收割一些东西。像轻奢这个东西我都没有去统计，因为对于咱们手工皮具爱好者而言啊，它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价值啊，甚至没什么意义啊，可以借鉴一下它比较好的款式和工艺和结构，但是没必要去深挖，你就知道一下就可以了。关于品牌呢，我也不去过多的啰嗦了啊。然后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可以自己去探索，然后回头我会把这些我整理的文档发给大家，然后大家自己去看一下。这个文档呢整理的不是特别的全，但基本上也够了。比如说芬迪啊，是1925年啊，是意大利的，但是它也被 LV 收购了。然后它的代表款，它的代表作有什么啊？就这么几个系列啊，皮卡宝，大家以后一说皮卡宝你就知道哦，这是芬迪的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它First 这个系列，这是最新款，这个大夹子到处都是。但是这个包袋实在太小众了，所以也没人找我来定，所以这个图纸也一直没开发。还有男包系列的，这就是芬迪啊 F， 基本上没有太多很出色的款，因为它的营销也不是做的特别好啊。圣罗兰做的非常好，因为圣罗兰以前是香奈儿的设计，这些年比较受追捧。第一呢，它营销做的非常好，它的广告费打得非常足，然后明星啊、政要啊都会去为它代言，所以说这两年圣罗兰比较火。你说好看不好看怎么说呢？因人而异啊，这个和审美有关。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圣罗兰的。然后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这个牌子啊，Celine我曾经非常非常喜欢，但是后来换了设计师之后也是一塌糊涂。你像Celine当年设计的这些款式多经典啊，对吧？比如说笑脸包、秋千包啊、豆腐包，你像这个豆腐包卖到现在了还很火。后来就花里胡哨的搞了一堆这种老花啊，咱也搞不动啊。AVA， 比如说现在的新款，你像当年的鲶鱼啊、笑脸啊，这出来一个就吊打一个，出来一款就吊打同时代的其他款。但是后来这个设计总监也换了，然后它的经典时代也过去了。Celine我喜欢，但是我最喜欢的啊就是洛伊威这个品牌，它的设计简直是无敌了，但是它的工艺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像洛伊威最经典的 Puzzle 系列啊、Gate 系列吊床包啊、三角包，几乎每个系列都是经典，而且它一看就非常非常的独特。怎么说呢？就这一看你就知道它不是小众品牌啊，非常有设计感，而且制作工艺非常的复杂。它比 LV 的制作难度要高，它经常会颠覆一些它经常会有一些颠覆性的概念，比如说大家都玩对称，它就玩结构啊；大家都玩一些圆圆润润的传统的马鞍包啊、波士顿啊、托特包啊，它不是，它是在这些基础上有自己非常非常独特
和标新立异的想法，而且他每年出的新款都非常非常的帅，我觉得非常的帅。因为奢侈品嘛，就是要与众不同嘛。如果每个人都一样，那是不是有一个词儿我觉得特别好，叫精致土。它上下这一身加起来10几万、20几万、30几万，但是你看都是这么一个模子出来的啊，就感觉好看都好看的一模一样，你就觉得很土了。罗意威我个人非常喜欢，但是在国内比较小众，所以产量不高。做假货的也不多，做假货的不多嘛，就没人花钱去开好的模具，所以说罗意威的五金质量好的比较少。不是做不出来啊，而是说没人愿意去投这个五金的开发费用。你像手表，对吧？你说什么手表国内做不了啊？都做得了，而且价格很便宜。手表的五金配件精度、电镀工艺是不是都很高啊？那个都能做，你一个包包的五金配件做不了吗？肯定做得了啊，但是说没人去投这个模具。以前咱们做包来讲，受最大的瓶颈啊，就是五金这一块。你有好的五金，什么款咱们都可以做，但是往往很多批主问，翟叔这个你能不能画，那个能不能画？不是能不能画的问题，而是说我找不到好的五金。好的五金一共就那么多家，然后你还得有起订量。很多时候你像手工皮具玩家，为什么在广东那边不受待见？屁事又多，要求又高，钱还给不到位，量还少。所以说有好的五金咱们可以做所有的款，但是如果说没有好的五金，你用那些锌合金啊，5块钱一套啊，10块钱一套，那个五金做出来的东西也不是那玩意儿，对不对？你有那时间，你干点啥不好啊？如果说是为了省钱才去做包的，我建议你不要去做了啊，你去那个布圈用帆布来去做一些东西，用 PU 去做一些东西挺好，又便宜，对不对？就没必要在皮圈里折腾了啊。所以皮圈不太欢迎去玩。这个说话很难听，但这是事实啊。好，理论课咱们大概就过到这儿，然后回头有关于任何理论方面的东西啊，大家可以在群里头去提问，然后我能回答的就回答啊。包括我过段时间录完这个课之后，我就会常驻广州啊，有时候在那边的话会有更多的一手信息啊，一些资源给大家匹配到啊。然后至于去查找资料的话，我给大家几个比较好的网址吧，或者网站吧。如果感兴趣的话，自己去搜啊。第一呢就是 Google 啊，然后第二呢是 Ins， 然后第三呢是 Pinterest。你看这个网站特别多的好图，都去上面看看，你知道什么是好东西，是有很多的好图。你看好东西看多了，你再去看垃圾你就受不了了啊。你像这个网站，包括 Ins， 对吧？这里面有特别多的优秀的玩家呀，也有差的，但是差的就不火嘛，对吧？人家不仅做得好，人家拍得很好，对吧？当然这是我的账号啊，我这账号里面关注了太多鞋子的东西，这都是可以去学习的。还有包括 YouTube， 但是 YouTube 有个什么不好啊？你像 YouTube 里头这些常见的和皮具有关的账号，基本上都不怎么更新了啊？为啥呢？不赚钱呀！你在国外更一个，国内又给你搬运一个，对吧？搞得大家都没什么钱赚，然后图纸也卖不着钱。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这哥们儿，这已经是独一档的一个存在了啊，接近100万的粉丝了。但是你说用他的图纸吧，你还要去验证他的图纸是否正确啊，还要打印，还要贴，还要切啊，一套图纸弄下来4-5个小时，然后你还不知道准确不准确。这个准确不准确，并不是说它图纸的问题，而是说它对厚度的标注并不是特别理想。图纸的准确程度完全是建立在皮料厚度的前提上再去谈图纸，否则的话，这个图纸不可能是准的啊。然后还有一些都几乎都不怎么更新了，换我也不更新了，因为这些讲干货的没人看，然后这些做营销的又没有太多的营养价值的。然后咱们的实践课第一个先解决工具篇啊，因为工具怎么说呢，坑实在太多了，什么
种类也很多。你经常看到一些皮友啊，后面那个墙上挂一墙啊，看着啰里吧嗦一大堆，特别的丰富，一算吧不值钱，用吧还不好用，只能挂在那儿，怎么说呢，当个摆设啊。所以工具是第一块，然后第二呢就是单项技能啊，怎么去切割啊，怎么去铲皮，怎么去粘合，怎么去缝合，怎么去邮编啊，这些基本通用型的技能，我们会单独每一节的去讲，把每个基本功都做扎实了，然后咱们再去综合的运用。会了一些基本功之后，你做什么包都会运用到这些技能啊，而且这些技能你做扎实了，你做什么包都能做得漂亮，对吧？然后第3节课呢，就是会有一些大课啊，这个大课可能动辄1-2个小时吧，会去用一些经典的款式去做教学。这里头其实我蛮纠结的，是用一些大牌款呀，还是说用一些原创款啊？还想来想去还是讲大牌款吧。第一呢，大家都喜欢做大牌款，因为只要你做过手工皮具，除非是这种非常小众的设计师啊，这个没资格教你啊。然后其他呢都是避不开的，会拿大牌的东西去练习啊。这里呢建议大家去做，建议大家去模仿，建议大家去抄，但是不建议大家去卖啊。因为说还是用大牌去讲啊，因为这个课程面对的人群比较大众，它不是私人定制课啊，然后它是一个系统课，重点呢讲怎么去做包，而不是说教你去做具体的某个包。当然后续这个大课录完之后，后续我们也会持续更新的，那个时候大家再去做一些时下最新款呀，或者说比较好玩的款啊。等那个时候你看了这个课之后，你再去看其他的课，就特别的容易理解了啊，也特别好上手了啊。所以这理论这块咱们就讲到这么多啊，后续咱们就直接转实战了，好不好？然后也欢迎大家在群里头积极留言啊，记住，群是一个好东西啊，里面有很多高人。